师兄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当有人拿我的性命要挟你时，不被管，向前冲！啊！听见了吗？来呀！烈月！有梦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李月，唐门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用一双眼看世间的缺，一缕风将身为命吹灭。请你当下我这场的女子，你要好好珍惜她。大师兄。如此完美的妖人，就这么被你给毁了！这3位之前亦是接近逍遥天境的高手，可惜不如你师兄天资卓绝，可以炼制金身药人。不过今日用来对付你们2位，我想也是足够。有梦，唐雷月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会不会娶我？会的。相逢唯愿最初目光，一如过往。那你能不能到我们星落月影阁那里，我还没举办过婚礼。好。都因你。你遥遥相望时，谁的念想？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会怎么来呢？能不能阵仗大一点？这样我也会很有面子。毕竟之前都是我在追赶你，在宇哥他们面前有些丢人呢。岁月如常，为你热在心底，半生安和汹涌，愿望，青云阵地。向往着离殇，我会踏着红色的凤凰来娶。灯火阑珊处时，最初
目光，念念不忘，年年遥遥相望，这世上的年少，哪会真的有凤凰啊？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雨雪守着信仰，换世间晴朗。5年离去的悲伤。这是九江琵琶境外，我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第1道为千鸟精鸣，第2道为天雷无妄，而第3道正是千鸟精鸣和天雷无妄同时使出，火凤蓝银。这是原来真的有凤凰。我带你走。我还要为我身旁的心上人杀出一条血路。师妃，是3000剑，此毒浴火成障。众人退3尺，不见口鼻。青儿，你不许死！你若是死了，我就不答应你在仙王院里跟陈欢。如果我不死的话，你别答应我了。青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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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哭。别哭。我就是想逗你笑笑。会不会说话呀？
哎，等，躲。能者多劳嘛。啊，我死掉了。我的第3件事情啊，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金无畏一直守着巷子不走，我们蹲守了半日才找到机会，在内卫司的帮助下，我们潜进了院中，将穆家主提前藏好的重要物件都取了过来。还是没有找到尸体。没有，只找到这个。让门外那些内卫司传信给狼妖，合作之时我会竭尽全力协助他，但除却合作外，万和如今于天启留下血仇，当与天启城报德后再离开。若与狼妖王计划相悖，让他勿要阻拦。领命。怎么回事，宇哥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从婉儿姑娘那里回来，发现整个院落都被烧毁了，而且回来的路上里里外外都是内卫司的人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所以那处据点被发现了，我们遭到了夜袭。当时哲叔刚用神鬼涅槃弓为我疗完伤，我们无力一战，只能暂退。青阳和雪薇留下来殿后，他们没能回来。什么叫没能回来？宇哥，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，好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但现在，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吧？前往彼岸的路上，我们究竟还会失去多少同伴？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阎王深浅，何来胆量让吾赴死？渔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都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。
而剩下暗河的人，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，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，才受了内伤。莫非？我听说，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间事了。那么，天启3家、暗河3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，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。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了，如今我的炎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如今我的炎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炎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3家所拥有的炎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最多便只能练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3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炎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练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，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！胡来！卓星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拦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有5成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就是你呀！你是穆家毒花穆雪薇，雨墨的好朋友。只可惜现在我身上的毒被去掉了，不然我冲你一挥掌，你就已经死了。
他呢，可是来自唐门的天才。你的那些毒虽然厉害，但是想杀他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原本还想等神医醒了之后多问些消息，可现下也不知他何时会醒来，而如今只能去调查那什么破统领的儿子了。我是真讨厌天启城这地方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去你的望城山？那你要一起吗？那边不收女的。玄武使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。哎，苏沐雨他们在哪儿？受了伤，自然是在屋里。相逢唯愿最初目我该还你什么？连月公子。不问世间悲欢，听起来倒真像一对璧人。愿望。现在不是说这些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是吗？听雪落戎装。那什么时候是？明天？后天？还是下辈子？念念不忘，念念遥遥相往事。我只问你一次，你心里有没有我？自唐门一别，我时常会想起云无光。好，但为何从来都不来找我？我一直在追寻大师兄的下落。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的大师兄成功获救，你会去安河提亲吗？我是唐门弟子，也是天启城的玄武使。我若去暗河提亲，瑶台也不会同意。王爷那边，我问的是你心中是否有我？我问的是唐门吗？是琅琊王府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云梦姑娘，我的本意并没关系，我很开心，至少我知道了你心中有我，但我也很难过。没想到，在你心里，暗河是这样的存在。喜欢我这样一个暗河女子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过了，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行动的伙伴。你大师兄，我们会帮你救出来。宇哥和小神医的仇，也一定会报。走吧。我来天启城一直想来鬼市瞧瞧，都是传闻中藏妖纳鬼之地，不知和我们暗河比如何？没想到今日竟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陪你逛逛鬼市。那早不来晚不来，如今靠人才带劲。那毕竟对这天启城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得找点关系才行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玄武使？雨墨，我和你一起。哎，不是这么分组的。看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是很受待见。
谁跟你这只乌龟一样了？真是狼狈啊，小木雨。穆家的假术士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是谁？你是？是我，许久不见呀，穆清扬。你去过望城山，见过你崇拜的那位剑仙了吗？你是藏书楼的楼主，苏云秀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只是离开了暗河，他们追踪不到我的下落，便只好说我死了。可我是苏云秀啊，我可是苏沐雨和苏昌河的老师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去死呢？为何你的容貌一点变化也没有啊？是啊，为何我的容貌没有任何变化呢？苏沐雨，你来了，神医那边。神医无碍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太好了。小沐雨，你见那老师没有死，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何没有展露一丝的喜悦之情呢？他们说老师你死了。后来我和长河去查过，但我没有90%把握，是你逃走了。还有1成呢？还有1成，是你换了身份，重新藏回了暗河之中。不愧是我的弟子。不过小沐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冷静。所求为何？我们的好友，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因为掌控了对方的秘密而被对方重伤，并且必须要其性命。苏沐雨为了救他，也受了重伤。如今，白神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疗伤，所以苏沐雨便假装白神医已死，想要复仇，这才能够调虎归山。假装愤怒之极，可我明明看你是真的愤怒之极。老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并非假装。不够，还不够。是我的愤怒还不够吗？不，是你给的理由还不够。你喜欢他？是，我喜欢他。太好了。为何是太好了？因为终于有人让苏沐雨学会说喜欢，这很好啊。苏沐雨，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的样子。虽然你现在很狼狈，但今天的你，是我见过你最俊秀的模样。你知道冰山融化之后会变成什么吗？老师，莫要大举了。是汪洋大海啊，傻子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只是路过天启城一趟，不想恰逢这般精彩之事。我知道，你定能从里面闯出来，你还有你的底牌。不过毕竟，你跟小昌河想要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任何一步都不可走错。
看样子，看好我们城主的人不多啊。宋彦回一剑断水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就让宋彦回。那吴建成都没落多久了？不知道哪来的遗孤啊？还能打得过宋彦回？做梦吧这是！这上一任老城主都被他给打伤了啊！是不是？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生，可是头一次来我们天下方，算是第2次来了吧？恕我眼拙，您这次来准备？眼拙，公子，这些人的眼睛就跟狗鼻子一样，这但凡身上有点钱味道的人进来，他们呢就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死死地盯住他们，再用1个时辰时间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来历，查清他身后所能负担起的最大财力，再制定周密的计划，让他在天下方的几日内将他的皮肉吃尽，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啊！当年你们不就是这样骗得我倾家荡产的吗？丁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？公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呀！您这次来准备压哪个呀？我对你们这儿的赌局没有任何兴趣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上面这些代表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是如今江湖上的一件大事。吴建成遗孤卓越安要挑战无双城城主宋彦回啊！您可以买卓越安赢，1赔1，您押100两，他要是赢了，您可以得200两；也可以押宋彦回赢，他要赢了，100两可以得300两。当然，还可以买他们2个不分胜负啊！若是您猜对了，也可以得200两。为何买宋彦回赢？赢的比较多。哎，像你这种天真无知的年轻人，还是趁早回家去吧。这赌场啊，不是你这种羔羊该来的地方。哎，哎，公子，因为啊，下注的人看好他赢的人比较少，毕竟上一任无双城城主在卓越安面前已经败下阵来，这宋彦回的名气也并不比刘云起高多少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一个快被天下人遗忘了的门派，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剑客，一路圣无双城大弟子，论武堂问道4剑，大长老剑山月，前代城主刘云起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啊！若是再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踩在脚下，岂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呀？怎么个赌法？啊，您最少可以押3两白银，最多可以押1座城。好，那我就押3两银子。啊？我铺垫这么多，您就押3两白银。那您赌谁赢呢？我买自己。更是了不得，这样真的是没听说这人不见人回的名字。这老头怎么那么厉害？卓然更有，又是这些让我压他。他一直知道我在看他，
不仅如此，他认出我来了。还算识趣。接着，堂主特地交代了，这条消息不要钱，但这是绝密消息，千万不能外传。哼，你们堂主这么好心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的消息，便是你们也没有唐连月的最新消息。这叫什么天下白相？滚！客官，您的大骨汤饼慢慢用啊！大骨汤饼，大骨汤饼啊！看这个，是啊，咱们到凉了肚子，凉在这儿。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四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位兄弟，发生何事了？不说是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追案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呵呵，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自己去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郎子，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
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城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将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，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散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散之毒。好嘞。走。女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三军统帅叶宵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。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。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笔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七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是大皇子萧勇的舅舅，而萧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宋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
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营，我就替你两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筋骨。那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，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萧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，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，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倒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战，无关人等请速离开。点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萧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人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无旁骛。看来无双城那一战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。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
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 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敌人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，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。 而你的剑，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，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绘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 一切归于自己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 羽氏，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。 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果然，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。 极致的恶，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；极致的光明，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。 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，仍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。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 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
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，很可惜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，找准弱点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，一剑断水。我也有一剑，剑名山雨晚来。空山新雨后，山雨晚来去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；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典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哼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平时打完架，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